寡言是智者，当人到了一定年龄，常常倾向于保持内心的宁静，少言寡语，不轻易发表意见，也不急于听闻。这种寂静并非因心情低落，而是因经验的积累，学会了享受独处，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，坚守内心的平静，从而逐渐储备力量，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。寡言不等同于消极沉默，而是一种高度的思考和观察，是借此时光来充实内心世界。寡言也可以是一种无声的抗议，让事实和时间去澄清一切。有时候，不言之默就是胜利。然而，真正的智者并非无言寡语的人，他们在以下3种情境下会勇敢站出来，积极应对，甚至坚决反击，绝不是好惹之人。第一种情境，当自己的孩子受到威胁，他们会拼尽全力保护。曾经有一个故事，讲述一位贫困但善良的父亲与孩子一同外出，因为经济拮据，只能选择路边小摊给孩子吃粉。正当孩子饥饿时，一伙不良分子走了过来，要求小摊主交钱，接着看到孩子的目光，不悦地将其包围，声称孩子对他们怒目而视。很快，他们伸手抓住孩子的衣领，使孩子惊慌哭泣。就在不良分子准备施暴之际，父亲抓起一张板凳向他们投掷，打伤了其中一人。不良分子愣住了，其余的人纷纷逃离。尽管最后父亲受伤，但他的行动令人印象深刻，留下深刻的印记。保护子女是每个人的天性，在危险的时刻，父母不计后果，勇敢地挺身而出，即使知道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，也绝不退缩。沉默对待自己的孩子是无法被称之为智者的行为。毕竟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，即便是一个柔弱的女性，也会竭尽所能，用微弱的力量保护孩子，展现了母爱的伟大。第二种情境，当身边的人陷入婚外情时，他们会果断离开。宽容则乱，如果身边的人陷入婚外情，而你选择保持沉默，坦然接受，那么你将显得愚昧无知。这样的选择只会招致更多人的非议，使你无法抬起头来。只有那些软弱无能的人，才会容忍身边人的背叛，因为他们害怕一旦离婚，将永远孤身一人。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，也不愿意真正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。情感是私密的、纯粹的。当婚姻受到第三者的威胁时，任何智者都不会选择沉默。虽然内心强大的人不会做出过分的行为，不会寻求报复或伤害他人，但他们会积极捍卫自己的权益，捍卫自己的名誉。如果有孩子，会积极争取孩子的权益。涂磊说过，对于伤害过你的人保持宽容，1次是宽容，2次是愚蠢，3次是自贬身价。为什么要委曲求全？当明明知道别人已经变心，却执意保持沉默，好像可以挽回一切，这不是愚蠢吗？这样的选择将摧毁你一生的幸福，甚至可能破坏孩子的幸福。真正的智者不会为感情所困，而是能够理性看待爱情，顺势而为。当婚姻无法继续时，他们会果断做出决定。第三种情境，遇到得寸进尺的小人，会果断制止。有些人，当你善待他们时，会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，但一旦你对他们不再善待，他们会纠缠不休，到处抹黑你。还有些人，暗中图谋夺取你的利益，一旦你发觉，便试图将你的一切掠夺到自己口袋里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对于那些得寸进尺的小人，如果拒绝后他们依然不知收敛，那么就不应再沉默。这类小人应该受到教训，以免他们伤害更多人。例如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经常遇到扒手的人，如果你目睹这种行为，应该大声制止，捍卫公共道德。一个真正的智者
应该具备正义感，要学会宽容他人，但不宽容不义。对于极个别的小人，绝不能姑息，而应积极采取行动。希望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站出来制止这种行为，维护和谐社会的环境。寡言是金，但在上述3种情况下，智者不会保持沉默。一个人要避免在无言中沦为无用之辈，必须懂得保护自己和他人，具备正义感。沉默寡言是一种美德，但不可过度，要成为有血性的沉默人。